各位好，我是大宇，欢迎来到227玩家。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爱的相机就是这个富士的 X Pro 2。那么我这支 X Pro 2呢，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购买的富士几年前也推出过 X Pro 3，那我就没有再升级我除了因为穷呢，还因为 X Pro 3那个蛋疼的屏幕，我觉得自己可能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或者文艺中年对这种复古的机身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X Pro 2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符合我的需求的这样一款相机。那我这个 X Pro 2是今年已经6、7年的时间，我现在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我自己出去逛的时候，我也依然是非常喜欢把这支相机放在我的包里。可以看一下 X Pro 2身上的这些波轮，像这个 ISO 的这个调整这样的一个波轮，这个快门速度的摁下去才可以转的这样的一个波轮，还有这样的波轮，这里有一个机械按键我加了一个红色的这个键帽，它的前波轮包括这个后波轮都是有的，摇杆、方向键、调光圈是在这里，这里是调整的手动对焦还是连续对焦、单次对焦，它可以满足所有的对于机械的喜爱。它甚至可以在你不开机的情况下调整快门速度和 ISO， 调整到一个你需要的这个数值，开机了就是这个数值，你就可以直接的拍。所以虽然它是一个数码照相机，它却有着很机械的这种体验。我曾经用过很多的富士镜头，后来更换主力机就只留下2只适合旁轴用的镜头。我现在用的呢，这个是富士23 F2 和35 F2 的这2只镜头它的形状、它的体积，包括它的画质我是非常的满意的虽然光圈只有 F2 它等效到全画幅可能只有 F3 的这样的一个光圈，我认为是一个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相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取景器它的这个旁轴取景器呢，当然在你不开机的时候也是可以观察的。那么当你开机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它这个感应器会激活一个电子挡板，当电子挡板被激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电子取景器，那就跟现在的很多的数码相机雷单是一样的。用这个拨盘往后拨一下就可以切换这个取景器的模式，就可以切换为这种旁轴的这种光学取景器。那在光学取景器下呢，它巧妙地加入了这些方框的元素它会识别镜头的焦距，然后在这个光学取景器里画出那个方框。那当你对焦之后呢它有可能有一些视差，会导致这个方框的位置和这个你实际看到的位置是有些不一样我对焦近和对焦远的时候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么它会校正这个视差，再重新给出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在使用光学取景器的时候你推动这个拨杆就会在这个光学取景器的右下角出现一个画中画的这么一个小的屏幕。那这个屏幕呢，就会显示你当前对焦是不是对得上就非常非常的舒服拍一张照片。这种旁轴拍照的体验呢是非常有趣的，虽然可能拍出的照片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摆弄它的整个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它的每一个这些快捷键都非常的合适，比如像这个调整曝光的中心
多重曝光啊。当你想要改变这个热键的功能，那你只需要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按这个热键，然后它就会跳出一个菜单，让你来选择啊这个热键你想要设定的功能。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特别适合这种年龄大一点的玩相机的人使用。像索尼可能你还要进好几层菜单去设置这件事儿，那么它就可以啊，比如像这个按键 FN 的这个按键，如果你长按，它也会跳出。看，我现在设的是动画，就是拍摄视频啊，那你再轻按它就可以返回，所以它的所有的设置都非常的方便。这个相机最好用的还是用它的直出啊！如果你玩富士却不用它的直出色彩，说实话还真的是挺亏的，因为它在所有的性能上啊，不论是对焦还是画面的锐度啊，这些方面是远远不及现在的索尼的这些全画幅相机的。这个相机呢，你去拍摄一些肉啊这些，它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个人呢，最喜欢用的模式呢，就是它的这个 CC 的模式啊，是彩色的。和这个 Acros 就是黑白的这个模式，这两个模式街拍非常的好。但你在家里如果拍孩子的，我是非常喜欢用的啊柔和的啊这个模式拍孩子啊拍人像啊是非常漂亮的。那么说起它的色彩呢，我就不得不说一下啊它的这个显示屏具体的参数呢，我其实不太知道了，但是它真的能非常好的啊还原这些照片的效果。它会真的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显示屏，虽然没有翻转，也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功能，但是就是这个显示屏这样看着非常的好看。我觉得索尼现在的很多的显示屏依然不如这个。这个相机呢，它还有这个8张每秒的这个连拍速度，并且还有这个8000分之1秒的快门啊，连现在索尼新出的那个 A7C2 它都没有8000分之1秒的快门。机械快门，那么能不能作为干活的相机呢？毕竟曾经有人用它干过活啊。之前敦刻尔克那个电影啊里边的很多的剧照啊、宣传的海报是用这台相机拍摄的啊。当然我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镜头，我现在用的这2颗镜头啊就非常适合我个人生活使用。还有就是它拍视频的这个能力呢啊也是有点欠妥吧。虽然它有4K 30P 的，而且是直接加好滤镜的这种视频，但是它又没有机身防抖。那如果在像我这样用这种没有防抖的镜头的话，其实拍视频是很难用啊。你也可以给它上稳定器啊，用也是可以的。它的整体上的性能呢，跟同一时代的这个富士的 XT2 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它会在刚发售的时候只有一个 1080P 的情况下，现在却能拍 4K 了呢？因为富士一路的升级它的软件，升级它的固件，而且很方便，只需要到那个富士的网站下载一下，存到卡里，充满了电池装进去就可以升级，非常的简单啊，适合这种对数码没有那么多研究的人。我觉得我们玩摄影的同学啊，其实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器材党，因为感觉好像被说成是器材党，自己没什么能力，全靠超能力这样的感觉。我觉得 X Pro 2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器材党用的设备，在这么多年以后啊，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先进的规格啊、先进的性能，但是它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这些喜爱抚摸精美机械的人准备了满的精致细节。它的性能呢，其实早已过时，但是我仍然喜欢使用它来拍照。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吧，不是单纯的休闲，也不是单纯的说用它来凹造型。那使用它的心情呢，似乎就是一种从容随缘，能拍到就拍，拍不到呢，我就把玩一下相机。所以呢，我不喜欢给它配置高性能的那种变焦镜头，而是想要简简单单的就用这2支定焦啊，我也不会轻易的说拿出来拍照，也不会用它来拍视频。带着它会使我更仔细的观察身边的景色，只有当美景、情绪和气氛都到位了的时候，我才会举起它拍一拍。或许是错觉吧，但是当我看到它的色彩，总是感到这个世界对我满的爱。所以愿你脸上有光，心里有爱，包里有富士。谢谢大家。
我是大宇啊。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啊，请你点赞关注，再见。最后我得说明一下，这个机身上的可乐标真的就是可乐标。